娘，这青云宗到底有多大呀？俺站门口，咱连对面的山都瞅不见嘞。俺感觉自己像一粒芝麻掉进了一碗粥里。娘，青云宗有几座山？9座主峰，18座侧峰。弟子嘞？弟子5000，长老上百。人多人，为啥还不是实力第一大宗？青云宗炼丹、炼器、符箓阵法样样爬前，只是打架方面，确实比天剑宗略逊一筹。略逊一筹就是打不过呗。可以这么说。宗主，他们都想知道俺是谁，可俺是被宗主抱着的。宗主抱着的人不需要解释。娘，能青云宗扫地的都穿云锦法衣。怎么了？俺们天剑宗连杂役弟子都没有，长老们也是这2年才穿上没有补丁的衣裳。晚些时候，我让人送2000匹云锦去天剑宗。2000匹！娘，你是想把俺天剑宗从山脚一路铺到山顶吗？不够。够了，铺完还能剩1匹，给小黑当被子。他前2天还说晚上盘在石壁上有点凉嘞。娘，这地还会凉嘞？那是藏书峰，最顶层有一整面墙的古籍，我小时候经常偷溜进去看。娘小时候也会偷跑？那是千文峰，负责阵法和炼器。娘，那片林田1年产的粮食够俺天剑宗吃多久？按照天剑宗现在的消耗，大概能吃500年。500年？那恁平时咋吃完的？对，弟子多。哦，人多，吃的多，合理。宗主。司徒师兄好，熊师姐好。福勋师妹。小师妹好。福盘小师妹。上官姐姐好，你给师兄师姐们买礼物了吗？还没有。这屋顶掉下来都得砸半天嘞。坐坐看，这是娘平时处理事务与长老议事的地方，看起来风光，真正坐上来才知道这个位置有多重。娘要是错了，比打架难，可青云宗扎马步还难。娘，你为啥愿意回来当宗主？娘是孤儿，是师资将娘捡回来，一手抚养长大。他教娘识字、练剑、学法术，也教娘待人接物、主持大局。娘这一身本事都是师资和宗门给的，享受过宗门的资源，自然也要承担宗门的责任。俺懂了，那你平时可忙？为啥俺爹也是魔君，他一天到晚嫩闲嘞？我与你爹不同，他只要拳头够硬，下面便不敢乱动。你哥哥回去后，他就更闲了。爹要是真忙起来，多半是新裤衩到了，忙着试穿。娘，恁食堂咋还分4层？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弟子，你穷，你坐下面吗？表面上是按照身份划分，但下面的弟子也可以上来。直接上来？需要补灵石。1楼弟子到2楼，1顿100下品灵石；2楼到3楼，1顿100中品灵石；3楼到顶楼，需要100上品灵石。也就是说，外门弟子只要攒够钱，也能上顶楼跟娘一起吃饭。可以，但很少有人这么做。1顿饭100上品灵石，足够外门弟子吃300年的馒头。300年？那杂役弟子一辈子都见不着你？差不多。大宗门人多，规矩也多，想见宗主，要么足够有钱，要么足够有天赋，否则连主峰都无法上来。俺懂了，见宗主一面得花300年的馒头钱。我感觉眼泪都快从嘴角流出来了。多吃些。娘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
还吃得下吗？差不多饱了。要不要娘再给天剑宗食堂捐一些零食？不用，5万够吃可久嘞，省着点吃，我们能吃好些年。以后想吃什么，随时回来。宗主令牌，以后你想回来便回来，不用通报，也不用等。想去哪座峰就去哪座峰，想吃哪座峰的灵果就吃哪座峰的灵果。所有食堂你都可以随意进出。娘，这令牌给我，你底下那些长老不会不高兴吧？我可是天剑宗的人，还是半个魔族嘞。不高兴也得高兴，我是宗主，我说了算。你不需要负责宗门，你只需要负责吃饭、修炼和平安长大，其余的事情天塌下来有娘替你兜着。那中，以后我要经常回来吃霸王餐。好。娘，我晚上住哪儿？住娘的院子，你哥哥以前也在那里住过一晚。我哥来过？来过，第2日便走了，说床太软，睡不习惯。他在魔界睡石头，在凡界睡竹床，躺在软床上，他说翻不了身。走吧。娘，你管这叫小院？这都快赶上我们天正宗山坡啦！这里灵气好浓，我要是在这儿住几个月，啥都不用干都能突破一个小境界。那便常来住。娘，我现在理解你为啥睡不了石床了。你这里比凡界豪宫还豪华嘞。这里以前是娘的师尊住的，娘成为宗主之后才搬进来。娘的师尊去哪里了？他仙陨了。他走之前跟我说，别把宗门管垮了。那你现在管得挺好的。也没有那么好。娘继任时是5大宗里最年轻、修为最低的宗主，长老们表面客气，背地里却阳奉阴违。娘继位时有3名长老联名上书，他们说娘年纪太小，修为太低，不配做宗主。然后嘞？娘花了半年，一个个见他们，一个个谈，有些人谈通了，有些人没有，谈不通的便在宗务中给娘使绊子。一项普通决策，要比正常慢3倍才能推行。就是那个谢千珏带头，他明面支持娘，暗中却一直拉拢其他长老。现在娘突破了炼虚，谢千托也死了，剩下的几个人暂时安分了。哥说你吃了3颗极品阶丹才突破的。收到魏前辈的消息时，邪修正在战场准备炼化2阶，娘等不了了。3颗丹药下去，经脉裂了3次，又重新长好了3次。裂的时候很疼，重新长好的时候更疼。不过总算突破了。好啦，小孩子不要听这么多烦心事，娘继续给你讲凡界的故事，好不好？我想听你在宗门的事，凡界的事我哥给我讲过一些。好，娘刚当宗主的时候，每日除了修炼，便是处理宗务，与长老们周旋。师尊走得太急，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交代。你摸索了多久？前10年都在摸索，前3年用来认人。青云宗有5000多名弟子，100多名长老，还有几十个堂口。娘用了整整3年，才将他们全部认全。那后7年嘞？立规矩，认人只要记住脸；立规矩，却要让所有人信服。那你喜欢当宗主吗？不喜欢，可这是师尊交给娘的担子，娘不能让它掉在地上。每天早上处理宗门事务，下午见峰主和长老，晚上批阅宗务，弟子慎炼、灵脉维护、秘境开放，全要过目。食堂的菜太咸，哪座峰的茅房堵了？茅房堵了也找你？有一次，丹峰的茅房堵了3天，弟子们不敢找长老，便直接来找娘。然后嘞？娘找人去通了。当宗主也太不容易了，还得管人拉不拉得出来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当宗主多久了？50年。才50年？娘本来与你爹、你哥哥在凡界生活，
直到有一天，师尊找到了贤梦居，你该回去了。娘便回了青云宗。哥哥留在凡界？那时娘不敢带他回来，本以为你爹会照顾他，没想到你爹也不在。他回魔界平乱，整整20年没有联系我们。你哥哥遭人追杀，幸得魏前辈施救。仙魔大战的时候，你真不知道爹是魔君？不知道，他平日将魔气隐藏得很好。大战以后，他偷偷来找你，你就原谅他啦？他跪在青云宗山门外，跪了3天3夜。他可是消失了20年嘞。娘没有见他，只让人送过1次茶。后来呢？后来还是见了。他说自己被魔界抓去做了壮兵，在矿上挖了20年矿。梦梦，我每天都在想怎么逃出来，我想你，也想燕儿。我一逃出来，第一个来找的就是你。你信啦？信了。他当时头发白了，人瘦了1圈，衣服也破了，说话时眼神都是散的。娘只想着人能活着回来便好。爹撒谎，挖矿，他能挖矿，他连矿出咋拿都不知道。后来娘也知道了。那你咋不揍他？那时已经原谅他了，何况啥？何况还好他撒了谎，否则也不会有你。娘，俺还有个事儿想不明白。什么？俺在魔界咋恁穷嘞？娘不知道，你爹30年前战败投降后，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赔款。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娘。你出生那日，娘将你交给他，是因为娘以为他能保护你，也以为一个魔君再穷也穷不到哪里去。他来过几次，每次都穿得体面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。娘不知道他是在应承。那你咋不问问俺过得咋样？娘不敢问。为啥？因为怕问了，便忍不住想见你，见到你，便会想将你带走。可那时青云宗刚刚稳定，谢千珏还在，底下还有很多人盯着娘，娘不能走。每次想起你，娘都很后悔，可娘那时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俺懂了，爹得镇守幽冥裂缝，不能离开魔界。娘也有娘的责任，不能把青云宗扔下。不怪你。现在娘已经是炼虚期，底下的人不敢再不服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穷了。你想吃什么，娘都给你。不中！怎么了？那俺哥为啥在天境宗也嫩穷？你没偷偷给他塞点零食？娘给过，也曾将他带回青云宗，想让他留下做少公主。少公主？他不肯，给他送东西，他也原封不动还回来。啊，俺哥看着挺聪明，咋会有钱都不要？他说他是魔族，娘是青云宗宗主，若让旁人知道他是娘的儿子，那些人便会利用他的身份攻击娘。他不想给娘添麻烦。他说天剑宗挺好的，馒头管够。俺哥这个人从小到大都在替别人想，替爹还债，替娘省心，替俺铺路，可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不累。那他现在肯见你了？为啥现在又不怕了？他说他妹妹比他厉害，天塌下来他妹妹先顶着。原话？逗你的。娘，你咋还学会骗人了嘞？是因为这些年你哥哥用商贸拉近了两界关系，又经历了仙魔两界共同对付邪修，以及5大宗共同签订和平协议，如今
再没有人敢拿他的魔族身份说事，所以他才终于肯让娘往他的储物袋里塞东西了。那就好，以后你多塞点。好。都问完了？差不多了。小孩子要早睡，明日下午娘带你下山转转。娘，那这床有没有硬一点的版本？太软了，俺睡不惯。明日给你换一张石板。走。娘，又怎么了？还是睡不着。你跟俺讲讲你师尊吧。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。手腕抬高。练错姿势，他便用戒尺打手心。偷懒，他就罚我抄古籍。娘那时一直以为他不喜欢娘，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不擅长表达。站起来，继续。他从来不写名字，但娘知道是他放的。仙云就是死了吗？他是渡劫没成功？不是，他突破合体期时，本源受了重伤。娘，俺哥说你渡劫的时候也伤了本源。娘没事，娘还年轻，恢复得快。俺书读得少，你可别骗俺。伤到本源不是躺几天就能好的，轻一点修为停住，重一点境界倒退，再重一点就会跟你师尊一样。真的没事，乖，别想太多。师尊的事情娘以后慢慢告诉你。月亮都歪了，该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唱歌哄俺睡。娘不会唱歌。不会唱，哼也中。习惯比石玉醒得早，俺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腿已经先蹲下去了。小师妹早。兄师姐早，能吃早饭不？我们已经吃过了，宗主让我们来带你熟悉宗门。等一会儿，俺吃完。这就是宗主的女儿，比我想象的还小。天贤宗那个混沌灵根，看着不像很厉害，就是小娃娃。小师妹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啥事儿？慕容卓师兄真的闭关了？没有，但是他说他闭关了。那你能不能替我带句话？不中。为什么？五师兄说了，有人打听他，就让俺一律说他闭关。俺要是偷偷带话，回去没法跟他交差。行了，别在人家孩子面前打听这些。吃完了吗？吃完带你出去逛逛。吃完了。刚才那个师姐，你要带啥话？你愿意帮我了？万一俺五师兄以后改主意了嘞？你就问问他，还记不记得青云宗丹峰的雨禾，就是以前送过他培元丹的那个。顺便帮我问问他的传讯符号是多少。师姐，话俺可以免费帮你带，但传讯符号这个东西得加钱。俺五师兄的传讯符号值1块上品灵石。麻烦小师妹了。放心吧，俺办事可牢靠嘞。小师妹，你五师兄知道自己的传讯符号被你卖了吗？他现在不知道，等俺回去他就知道了。五师兄的人脉就是天剑宗的人脉，天剑宗的人脉就是宗门资源，俺这不就卖师兄，俺这叫合理利用宗门资源。小师妹，今日先带你看看主峰。宗主大殿、长老议事堂都在这里。宗主每日在这里开早会、批宗务，处理各峰事务，偶尔也骂人。骂人？骂那些不听话的长老。那该骂，俺那一天那么忙，他们还不听话，我妈留着过年嘞。这里是亲传弟子每日晨练的地方，青云玄。人也练剑，
自然。自然。青云13式青蓝合为剑阵，虽然比不上天剑宗，但结阵以后，威力也能排进5大宗前4。5大宗前4，那不就是倒数第2？也不能这么算。俺懂，话得说好听点。晨练结束后，各峰弟子再返回自己的山峰，由各自师尊单独教导。师尊？那每个人还有专门的师傅？青云宗人多，弟子分为亲传、内门、外门和杂役。亲传弟子是各峰峰主亲自收下的徒弟。哦，难怪糊涂长老以前说杂役弟子一辈子都见不到宗主。也不完全是，打扫时还是可以上来的，不过只能等宗主议事结束后再进入大殿清扫。那外门弟子咋进内门？参加宗门大比，修为通过考核，宗门肉功勋足够或者立下大功。最直接的办法是检测出稀有灵根。好麻烦，还是俺天剑宗简单。当初师兄们以为俺是杂灵根，也直接收俺当亲传。可是你们亲传的待遇好像还不如我们的杂役，我们杂役弟子都不穿补丁。那个，我们还是去其他峰看看。哟，这就是宗主的闺女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山脚这些是10年配的，那边是100年配的，山腰那些有300、500年，山顶那几棵则是1000年配的。哈哈，聪明，不愧是宗主的闺女，根骨清奇，眼神还亮。拿着，见面礼。谢谢峰主。峰主，这是啥花？俺能摘一朵不？紫灵花用来炼驻颜丹，可以随便摘。差不多了，小师妹。谢谢峰主。不客气。峰主，我们带他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这哪是丹房？这都快赶上炼丹城了。轻点儿，这炉子刚炼完一炉极品丹，还没有凉透。小娃娃来了，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好呀，恁这里人嫩多，炉子也嫩多。你们天剑宗景元长老以前也在这做过10年烧火工，他干的咋样？控火很稳，没炸过炉，不像现在这3天2头炸一座。这炉倒是成了，品相不错。俺能看看不？又圆又亮，是不错。收你了，见面礼。谢谢长老。那些是啥？俺能拿几瓶不？随便拿。小师妹，这是丹峰库房的东西。俺知道啊，俺拿回去用。青云宗药材比天龙宗好，俺用着放心。用完俺再来。宗主的女儿来了，听说你在天剑宗也学过阵法，学过一点点。那你看看这个，看得懂吗？这是迷幻阵的变种，外面套了隐息阵，里面还有一个反向困阵。你真懂？孙家老祖教过俺。孙家老祖是谁？流荒之域一个大城。来来来，老夫再给你讲讲这阵图。谢谢峰主。这些拿回去慢慢看，有不懂的随时回来问老夫。峰主，怎么了？这个也能给俺不？拿走吧，反正老夫已经背下来了。谢谢峰主。小师妹，这些法器虽然品阶不高，但也是宗门资产。俺不白拿。那你打算？俺会说谢谢。罢了，让他拿吧，都是些低阶法器。峰主真好。熊师姐，我们到底是在带小师妹参观，还是在带她进货？继续走。小娃娃，你来啦！糊涂长老。谢老夫什么？谢谢你当初把俺推荐去天剑宗。你不怪老夫，当初若不是老夫，你或许已经成为青云宗弟子。不怪，俺要是进了青云宗，可能早就被谢千月抓走了。到时候他为了灭口，说不定连你一块除掉。那咱俩现在都见不着了。您在教他们画符？你想不想学？学过了。糊涂长老，这些俺能拿一点不？
只是普通符纸，随便拿。谢谢糊涂长老，俺拿回去练练手。练完了再来。好，那俺下回还来拿。俺又不是拿出去卖，俺是拿回去练习。练完以后，俺的符术就能进步。百年药材、紫灵花、培元丹、基础丹药、阵图阵法心得、几十件法器、5罗符纸。熊师姐，还剩几座峰？还有10几座。师姐们，咋不走啦？下一座峰有啥好东西？浮师妹，师兄师姐们好，这个青的，这个红的，还有那个大的、紫色的、圆一点的，麻烦每一种都给俺摘一筐。够了够了。小师妹，你拿这么多，吃不完会坏的。不会坏，俺带回去给师兄们吃。俺们天剑宗的灵果园还没长大嘞。他每一次拿东西都有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。福师妹好。师兄好，俺能看看不？随便看，这是刚收的灵米，你尝尝。甜的，还有好多灵气，俺能带点回去不？能。拿回去煮粥，再放一把莲子，比外面买的香100倍。谢谢师兄。还有别的不？比如灵脉、灵豆、灵谷子？有。没事，他不是来参观的，他是来进货的。接受了以后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熊师姐，俺想去后厨看看。你早上没吃饱？吃饱了，可是看看又不吃亏，万一看到好吃的嘞，万一还能打包嘞。走吧。小娃娃，饿不饿？刚出锅的红烧肉，来一碗。多少钱？什么钱不钱的？宗主的闺女就是咱们自家孩子，拿着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你这红烧肉比俺四师兄做的还香。那是，就是稍微有点咸。咸了好，咸了下饭。师傅，俺能带点油盐酱醋回去不？怎么了？俺们天云宗用的都是山下镇子里买的，没有您这里灵田种出来的香。能，你等着。都拿着，不够再来。师傅真好。小师妹，你带这么多调料回天云宗，是准备开饭馆吗？不是，这是改善伙食。能看这酱油，颜色黑亮，香气也足。这醋闻着就酸，炒菜肯定香。这个俺四师兄肯定喜欢。你是在帮天宗宗打劫青云宗吗？不中这么说，俺是在帮青云宗清理库存。恁东西恁多，放久了容易坏。俺只是帮恁早点用掉。俺四师兄说了，食材得流动起来才新鲜。小师妹，你不会准备把青云宗搬空吧？搬空倒不至于，能搬多少就搬多少吧。有钱师兄。小师妹。有钱师师兄咋在3楼？很奇怪吗？我这么有钱，想去哪层吃就去哪层吃。我虽然只是内门弟子，但我的钱包决定我的楼层。有钱师兄果然有底气。可是有钱师兄，你点嫩多，吃得完不？吃不完不是浪费吗？吃不完就赏给门口的狗。反正我有钱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吃不完也是我的自由。有道理，贫穷限制了俺的想象力，可限制不了有钱师兄的消费力。有钱师兄，继续保持。必须的。熊师姐，几位师姐，小师妹，上官姐姐好。天剑宗很穷吧？你难得来一趟，不用客气，多带一些东西回去。俺已经带了可多了，够俺们用一阵子。谢谢上官姐姐关心。上官姐姐，
你身上咋有固髓丹的味儿？没有，闻着就是。固髓丹是修复灵根用的，一般人不会吃。你最近运转灵力是不是不太顺？偶尔还会刺疼。熊师姐，上官海棠以前是谁的徒弟？谢千珏的关门弟子。谢千珏被处决以后，他暂时挂在糊涂长老名下。他平时有啥不对劲不？没有，他天赋很好，也很聪明，就是偶尔娇气些，也有些傲气。天才嘛，这也正常。至于他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，你小人有大量，别和他计较。俺懂。走吧，我们回主峰。小师妹，司徒师兄，你最后那一剑收势慢了，手腕别一直绷着，放松一点。收剑的时候手腕先转，剑尖自己就抬起来了，不用故意往下压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俺以前也有这个毛病，司徒老祖看出来以后让俺改了。你这个不算严重，多练几次就好了。司徒老祖，司徒老祖让俺关照你，你下次遇到啥麻烦就跟俺说，俺好把这个人情还了。多谢。不客气。熊师姐，咱再去灵茶铺瞅瞅呗。灵茶铺经得住吗？品儿，娘，听说你这一上午收获不小。青云宗的东西是真好，比我们天剑宗的强老多嘞。不够的话，告诉娘，娘让人送去天剑宗。够了，够师兄们用一阵子。三师兄的变绳快断了，正好能换新的。宗主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他们咋走你快？可能累了。娘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仙客来。王老板，小客官，住店还是吃饭？都不是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1年多以前，有个3岁的小女孩在你门口讨过饭，你每天都给她留剩饭。你，哎呦，小娃娃，你还活着呢！活着嘞，活蹦乱跳，现在一顿能吃5大碗饭。我还以为你早被妖兽叼走了。没有，妖兽不叼我，他们怕我叼他。你说话还是这个样子。那你后来吃饱了吗？吃饱啦！我后来进了天剑宗，馒头管够，还有红烧肉。我4师兄做的红烧肉一绝，比你家的好吃100倍。天剑宗，那个穷宗门。虽然穷，但饭管饱，这是谢礼。不过是些剩饭，顺手的事儿，不用谢。不中，我6师兄说了，做人得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他还说，不报恩的话，下辈子会变成没饭吃的人。我可不想没饭吃，我要顿顿都有肉。他给你，你便收下。这位仙子是青梦。青梦，青云宗宗主青梦，他当来的时候说是来找娘的。是我，她是我的女儿。你当初在我门口讨饭，就是因为找不到你娘。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。拿回去，以后好好吃饭，别再饿着了。你真不收？青云镇都是靠青云宗庇护的，我哪能收宗主女儿的东西？收了怕遭雷劈。不会的，我娘不劈好人，只劈坏人。拿回去，等你长大了再来请我吃饭。那好吧，等我长大了，请你吃天剑宗的馒头。天剑宗的馒头好吃吗？我4师兄做的，又软又香，你尝尝。是不错，比镇上老面铺的馒头还松软。下回你来天剑宗，我请你吃红烧肉。中。你儿子叫王平安，
三灵根如今在青云宗外门修炼，每月考核都在前20，灵力运转也很稳定。宗主，您记得他？青云宗每一个外门弟子的名字，本座都记得。你儿子资质虽然普通，却肯下苦功。照目前进度，明年可入内门。多谢宗主。走吧。你买这么多？带回宗门给师兄们尝尝。师兄们上次说吃腻红烧肉了，肯定喜欢这个。六师兄最喜欢这个，他能一边记账一边剥栗子吃。喜欢？是给你的，你戴着肯定好看。青衣裳跟兰花最配嘞。好看。娘收着。师尊当年已经是炼虚大圆满，他本可以随时渡劫，却一直没有渡。娘问过他原因，他只说时机未到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突然说时候到了，随后便开始闭关，再后来就仙陨了。娘，你是不是又想你师尊了？娘在想，他一个人闭关的时候会不会也害怕？可他什么都没告诉娘。娘，你以后渡劫的时候得告诉我，我陪着你。好，这个给你。萧家老祖给你的护心丹。我哥说你伤了本源，你拿着。太贵重了，娘不能收。收小孩的东西不丢人，死了才丢人。你收下，多活几年，多活几年就能多陪我几年。你多陪我几年，我就多高兴几年。我一高兴，修炼就快，修炼快了就能早点飞升。我飞升了，就带着你和爹一块儿飞。到时候大家都飞升了，就不用为了几颗丹药推来推去了，这叫长远投资，懂不懂？就算你现在真没事，下回渡劫也能用。万一遇见打不过的仇家，还能保命；万一被坏人抓了，还能多撑几天等人救。放着又不占地方，总不能因为收小孩东西不好意思，连命都不要了吧？好，娘收着。不过下一次渡劫，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，也许不会再渡了。为啥？修仙界已经很久没有人飞升，大成之后便是渡劫，一旦失败，便是生死道消。正因为没人敢赌，那些老祖才想炼化2阶气运，强行飞升。多久没人飞升了？几千年。天仙宗祖师是最后一个飞升之人。那些大成期都去哪儿了？有些仙陨了，有些压制修为，不敢渡劫，还有些像那些老祖一样，走上了歪路。那你以后……娘离大腾还远，现在想这些，为时尚早。反正你渡劫得告诉我。好。明日娘带你去后山看瀑布，瀑布水从山顶灵泉流下，站在下面便能感到灵气进入身体，泡上一会儿对修炼有益。那咱带2坛酱油下去。带酱油做什么？边泡边腌咸菜呀，灵泉泡出来的咸菜肯定自带灵气，配灵米粥绝了。行，你带坛子。我已经带了，食堂顺的。你从宗门拿了多少东西？也没多少，就几坛油盐酱醋，几筐灵果，几袋灵米，几把药材，几张阵图，几瓶丹药，几件法器，一叠符纸。还有吗？还有1袋灵麦。食房师傅说，磨成面粉做面条比灵米有嚼劲。娘，能不能让厨房送只烧鸡过来？
你刚才不是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耽不耽误再吃一顿夜宵啊？一只够吗？要不2只？来人，宗主有何吩咐？2只烧鸡，一只多放辣，一只别放辣。是。好了，今日应该不会散了。娘，你进步了，下回再多练练，就快赶上我3师兄了。好，娘再多练练。洗干切成块，酱油多一点，盐少一点。4师兄爱吃辣，再来1勺。完成。灵泉水腌的咸菜，闻着都比普通水香。修仙界第一美人，果然不是白叫的。神女宗那些仙子美得热热闹闹，像盛开的牡丹。我娘不一样，她像山里的兰花，平时不出声，可只要看一眼就挪不开眼了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，我娘真好看。过来打坐。这些灵气还是老样子，跟一群傻狍子似的，看见我就不要命的往丹土里挤。金丹大圆满。平儿，你又破镜了，再往前一步就是元婴。但混沌灵根的元婴雷劫，至少是普通修士的5倍，你必须提前准备，绝不能贸然突破。放心吧，我不着急突破，先把基础打牢，该扎马步扎马步，该挥剑挥剑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比你爹稳重多了。那当然，我比我爹厉害多了。娘，我下午想回天剑宗了。这么快？3师兄说了，让我早点回去。我都1年多没安安稳稳在宗里修炼了，而且4师兄腌的黄瓜快吃完了，我得回去给他补货。好，下午娘送你回去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都2天了，我差点去青云宗找你。3师兄，你说后天回来也中，我今天就回来了。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，没有食言。好像确实没有。中了。青云宗好玩吗？青云宗挺好玩，就是娘那张床我也有点睡不惯，人一躺上去就陷进去了，翻个身跟从坑里爬出来一样。我当年1整晚都没有睡踏实，你能睡2晚已经很好了。哼，还是我们天剑宗的实床踏实。七梦宗主，我又画了几张剑种设计稿，前后改了3版，这一次比上次稳妥许多。您要不要看看？鲁楼主辛苦，不过剑中之事，魏宗主才是主事人，与他商议即可。那宫玉阁新研制的机关阵法呢？若与青云宗阵法结合，防御至少提升3成。我们可以派专人长期维护，前3年不收维护费。这几日宗门事务繁忙，改日再议。哦，那改日也行。娘先回去了，过2日再来看你。中，娘路上慢点。多歇几日，不要太辛苦。魔界让你爹自己管，他闲了那么多年，也该做些正事。不辛苦，娘，等魔界旅游区建好，你能不能和我们回去住几日？好。鲁阁主，你的图纸举了这么久，是怕风把它吹走，还是怕老夫看不清？怕你个看不清！鲁阁主今天咋怪怪的？图纸都快被他搓烂了。小平儿好像有些不对。金丹大圆满，去了元婴，只差1步。4岁半的元婴预备系，修仙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。阿弥陀佛。不慌不慌，他不正常才是最大的正常。大圆满？你出门的时候不是才金丹后期吗？你回来路上捡了个大圆满？青云宗的灵米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？你这2天到底吃了什么？灵鱼、灵鹿、灵菌鸡、红烧肉、
馄饨、烧鸡、蒸饺、桂花糕。我的不是菜谱，必须加练，不然小师妹4岁半就快元婴了，我这张俊脸往哪儿放？小师妹，你是去玩的还是去突破的？被绑架回来突破一次，去凡界突破一次，现在去青云宗又突破一次。宗主，要不以后多让小师妹出去走走？不行，混沌灵根果然恐怖如斯，4岁半金丹大圆满，老夫此生头一次见。也没啥，就是在灵泉边腌咸菜的时候，顺便突破了。咸菜呢？带回来啦。好师妹，修炼太快，不一定全是好事。元婴雷劫将至，这一次恐怕比金丹劫更凶。老夫继续去量地。宗主，怎么了？都2天了，鲁阁主还没把地量完，他还带你多人来，那块地到底有多大嘞？第1日便量完了。量完了？那他咋还天天量？他说图纸有几条线画歪了，需要重画。看完风水，又说地基方向影响宗门，需要调整。调整完方向，又说材料不合适，需要重新选。选完材料，又说要调货。那他啥时候能量好？不清楚。宗主，你也有不清楚的事儿？其实很多事情，照照镜子便能清楚。可鲁阁主照了一辈子镜子，也没有想清楚，所以老夫也不清楚。行吧，我听不太懂，但我感觉宗主知道的可清楚了。本座等的花都谢了，说好的糖葫芦呢？你是不是把本座忘了？带了，你急啥呀？还好酱牛肉没被顺走。这个好，比延川做的嫩。实话实说，你别不高兴，人家用的是灵牛，咱们平时用的是山下买的普通黄牛，肉质确实不一样。我还是觉得红烧肉好吃，牛肉太瘦，没有肥肉，不够香。红烧肉适合下饭，酱牛肉适合下酒，用途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蒸饺也不错，皮薄馅儿大，里面是虾仁和马蹄，味道清甜。确实可以。魔界商贸区可以增加一个饺子摊，口味多做几种，修仙界和凡界都能卖。大师兄不说好吃，但他会再加一片，这就叫用行动说话。小师妹，你这2日在青云宗究竟是怎么过的，又是怎么突破的？详细说，我好记录。本来想长话短说，后来我又想起来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还是先记账吧。可以，开始。正好，老夫刚看完你从硫磺之域带回来的道祖炉中秘籍，正想试试新丹方，这批药材来得太及时了。紫灵花，还是100年份的，炼制驻颜丹的主药。所以我摘了一大把。景元长老，丹药炼好以后，记得给五师兄留2颗。为什么特意给我留？因为你最近照镜子的次数明显下降了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三师兄说的。这黄芩品相不错。这些都是基础丹药，寄进宗门库房，谁需要就自己拿，不够的话，我下次再去拿。青云宗丹峰知道你还要去吗？他们长老说了，用完再去。有凭有据，那便不算强。各种灵果，放厨房里当饭后水果，吃不完就晒成果干，冬天还能接着吃。这一筐适合晒，这2筐水分足，先吃。紫色的可以做果酱。10袋灵米，青云宗自己种的，比镇上买的香。5袋灵豆，四师兄你看着做。确实新鲜，镇上卖的灵米放了半年，煮出来香味早散了。别急，还有让你更高兴的。啊！颜色黑亮，香气也足。这个醋闻着就酸，这辣椒油比我做的还香，粉质细，没杂质。这是蒸馒头的好面粉。四师兄，你别光顾着研究吃的，炼丹的副业不能荒废。练着呢，就是这2日忙着研究新菜谱，回头便练。
这种品质的符纸，外面至少卖100下品灵石一张，而且未必有这一批好。五师兄最近不是在学画符吗？这些专门给你顺的，够你练到手不抖了。谢谢小师妹，我一定努力，争取早日画出一张能用的符。这张是千文峰最新研究的迷幻阵异种，这是千文峰峰主亲写的阵法心得，六兄又有空研究研究，把布阵这个副业做好。孙家老祖说了，阵法师可挣钱嘞。你从硫磺之域带回来的鸿蒙万象阵道，我已经看完。青梦宗主送的青云宗初级阵法入门也已经看完。下一次万宗大比，再遇到正宗那个正宗之光，我有信心撑2刻钟。野钟，上回你撑了1刻钟，下回2刻钟，至少翻倍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些是我从炼器坊拿的，管事长老本来不太想给，但千文峰峰主说给他吧，然后他就给了。给了几十件？峰主没说数量。有道理。三师兄，这根叫青蓝锁妖绳，是专门捆妖兽的法器，给你当发绳，以后打架要是打不过，把头发一解，直接扔出去，不一定能捆住对方，至少能绊他一跤。小师妹，你居然还记得我喜欢青色，明日的馒头三师兄亲自给你蒸。不用，四师兄蒸就蒸，你蒸的太硬。也是。五师兄，这个给你，万一哪天你穿的太好看被人追杀，他还能替你挡一下。我穿的好看，也不是我错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张脸容易招仇恨，还是拿着防身吧。你这么说，我竟无法反驳。小师妹从硫磺之域带回来的东西已经记满1本，凡界带回来的东西也记了大半本，青云宗这一趟又能记好几页。再这样下去，天宗宗可以开杂货铺了。各位长老，各位师兄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努力摆脱修仙界最穷宗门这个名声。光靠宗主砍价不中，光靠长老们出去打工也不中，光靠我到处顺东西更不中。我们得自己发展副业。六师兄，你继续学布阵，以后有人上门求阵，咱们按时辰收钱，阵越难收费越高，情况越急坐地起价。坐地起价听起来不太厚道，那就写同享无期。明白。五师兄，你继续学画符，画符只要纸和墨，成本低，利润高，说不定比六师兄布阵还挣钱。为什么他的比我挣钱？因为你现在只能撑2刻钟。四师兄继续炼丹炼机，现在宗门有丹房，有炉子，有药材。景元长老年纪大了，你得早点顶上去。老夫年纪大，看开些，早晚的事儿。三师兄继续学驯兽，以后我们养1群灵兽，能接护卫任务，还能卖灵兽幼崽。养灵兽也很花钱，先挣钱，再考虑花钱。哥，你继续挖矿吧。挖矿搞建设挺挣钱的。为什么他们都有新副业，到我这里还是挖矿？术业有专攻嘛。大师兄，你继续练剑就行。大师兄，你去哪儿？练剑。大师兄果然是大师兄，别人还在想，他已经去干了。确实该好好练了。这1年都在挖隧道，剑法荒废不少。也不能算完全荒废，挖隧道至少锻炼臂力，以后抡剑更有劲儿。阿弥陀佛，人生嘛，练也是过，不练也是过，但练了能多活几年，所以还是练吧。东西分类存好，所有人去广场加练，老夫亲自监督，特别是小偏儿，打牢基础，准备元婴雷劫。
4岁半的元婴预备役，修仙界从未出现过。别让外人看笑话，说我天剑宗弟子只顾修为，不顾根基。吃的放厨房，药材送丹房，法器先登记，再入库。紫菱花别压坏了，五师兄还等驻颜丹嘞。我没有等。对了，五师兄，你的传讯符号是多少？怎么了？你不记得？上回你写在纸上，后来三师兄拿去包瓜子了，再后来纸条跟着瓜子壳一块儿进了灶堂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这次我一定记下来。要是本子丢了，我就再问你一回。都磨蹭什么？广场集合！别让老夫说第2遍。小师妹，宗主让加练。我知道，练剑又不耽误吃饭。不请，不许边跑边吃。吃完了。天剑基础7式，起势。别的宗门基础剑法动不动36式、72式，翻来覆去能学一整年。俺们天剑宗只有7式，可这7式每一式都得练几百上千遍，练到闭着眼睛也不能偏1寸。手腕松半分，腰腹发力，不要只用手臂。根基不牢，地动山摇，摇的不是地，是你们自己的命。基础还在，没有丢，不错。这1年多，你虽然四处乱跑，剑法倒没有荒废，还进步了嘞。怎么进步的？在硫磺之域天天跟邪修修炼出来的。他们出剑又快又狠，俺不进步就得挨揍，挨揍就疼，一疼俺就长记性了。确实扎实了不少，发力更稳，收拾也比以前利落。那些老祖也指点过俺，他们不是剑修，可他们活了几千年，几千年里啥兵器没见过，随便说2句也够俺练半个月了。一群活了几千年的邪修老祖，围着一个4岁半的孩子较剑，这画面怎么想都不正常。九天归道，万象归道，生命灿烂，天心未老。其他宗门布阵，纵则几百上千弟子，看着声势浩大，实际大半只是站着凑数。我天剑宗只要6人，剑阵便可形成周天之势。哪一个单独拎出去，不都能1个打3个？人越少，剑意越纯，剑意越纯，威力越强。花里胡哨，6个人绕来绕去，跟跳舞一样。你一条被关了几千年的破龙，懂什么叫剑？你只会剑。老子被关之前，见过的剑修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你们人族的剑，无非就是快一点、慢一点、重一点、轻一点，翻来覆去就那几下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你被关了几千年，也没见变聪明，出来以后还是这个水平。老子聪明的很，而且老子活得比你久。活得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关了几千年。若不是我们撬开结界，你现在还在底下数石笋。老子数石笋也比看你教徒弟强，教了这么多年，连一个飞升的都没教出来。你师父没从坟里爬出来骂你？老夫的弟子都还年轻，你都老成什么样了，不也没飞升，还好意思说老夫？你这脑子还不如回去继续数石笋。你再说一遍！都少说一句。小黑，恁是来看俺练剑的，还是来吵架的？老子本来是来看你练剑的，是他非要跟老子吵。人要是不说俺们剑阵花里胡哨，宗主能跟恁吵？老子说的是实话，你们的剑臣就是绕来绕去，跟跳舞一样。实话也不一定非得说出来，有些话说了伤感情，不说
大家还能继续当朋友。行，今日不跟他吵，给你面子。宗主，恁也是，小黑都恁大岁数了，能让着他一点。他都几千岁了，还要老夫让他？对啊，他是几千岁的老人家，恁才2800岁，一个年轻人，尊老爱幼一下咋啦？行。小平儿，老夫今日传你一招绝学。啥绝学？斩穷。听着可厉害。自然厉害。此剑一出，可牵引天地间所有剑意，汇聚己身。一剑迸发，万道皆斩；一剑可破诸天。此招由天剑宗祖师所创，是我宗立宗之本。清晨领悟3成，符砚领悟2成，其他几人目前各有1成左右。今日主要教你，你是混沌灵根，根骨极佳，能领悟多少，便看你自己的本事。是。正好试试你哥哥送的新剑结不结实。若是不结实，还得找你赔。正常使用损坏，魔界商贸区不负责赔偿。宗主，先出剑吧。就这。宗主，那座山是种灵果的。老夫刚种了1年多的果树，山上的树苗还没长大，你就把山劈了。阿弥陀佛，明年吃什么？您将明年食堂的饭后水果全劈没了。教弟子总得示范，不示范，如何学得会？示范一定要对着灵果山。明日让鲁阁主看看，或许可以修。你确定山也能修？山裂了又不是墙裂了。把中间那道裂缝填回去。不行，土石太多，还是将整个山头用阵法箍起来。若布置大型固山阵，需要临时阵盘和阵基，费用不会低。多布几个固山阵，应当可以补救，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灵石。这笔钱应当从宗主的私房钱里出。继续上课。两脚与肩同宽，重心下沉，握剑不可太近，呼吸先沉入丹田，再带动腰、肩、手臂，最后才是手腕。剑意不是从剑里出来，是从这里出来。啊，俺懂了。腰再稳，呼吸不要乱。剑落，心不能散。这一剑倒还行，再过几年，他若真能练成，说不准会比他爹还厉害。他爹那一身蛮力，全靠拳头，剑法稀烂。那是自然，他是我天剑宗的弟子，当然比他爹聪明。他爹只是脑子不好，又不是天赋不好。脑子不好和天赋不好是两回事。哼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一口火喷了5000年，到现在都没喷明白。你再说一遍！一口火喷了5000年，还没喷明白。好了，要打出去打！广场才修了1年，打坏了又得花钱补。好在宗主当年出去云游了。他若一直留在宗门，宗门的山头早被仇家铲平了。宗主，明日别忘了找鲁阁主修山。知道了。
接着蹲。扎马步累了就练剑，练剑累了就画符，符画坏了就去炼丹，丹炉炸了就去布阵。反正天剑宗别的不多，能干的活儿可多嘞。过去1年修仙界10大名场面，让俺看看，俺不在的时候，修仙界都发生啥了？不敢当，就是运气好，赶上大场面了。这叫运气好，这叫胆子大，不怕被雷劈。魔界少主矿车驻场完整留影合集。少主终于从矿里挖出来了。少主倒车甩尾技术太好了，想拜师。俺哥要是看到，肯定又要装不认识。青梦宗主一边渡劫一边打人，青梦宗主下炸了！对面跑得比兔子快，还是没快过雷。俺娘当然厉害。白鹤赵天天铲屎，那西光圣鹤谁骑？现在是宗门共享灵鹤，谁都能骑。当初好好作鹤不行吗？非跟着主人作恶。他们挖隧道救人，结果人自己回来了。唯一作用就是证明天宗确实努力过。灵石花光了，人溜溜达达回来了，这钱值吗？至少证明天剑宗脱贫了，以前哪挖得起隧道？唉，这帮人咋啥实话都往外说嘞？不过确实脱贫了一点。这修炼速度是不是开挂了？别人修炼像爬山，他升级像坐矿车。这哪是修炼，这是坐飞剑。他们猜错了，俺那段时间吃的是黑馒头，不是高阶丹药。你连朋友都没有，就是一条穷龙。你连裤衩都没有，你连穿裤衩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腿。魏宗主的嘴比他的剑还快，剑还能收住，嘴根本收不住。小黑进天葬宗后不会还嘴，因为嘴里叼着糖葫芦。谁说老子没空还嘴？没说呢，睡觉吧。明天还得加练，剩下的以后再看。三师兄，怎么了？你若再吹得难听些，应该可以直接当法器使用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要研究阵法，没空。炼丹与蒸馒头其实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火候到了，自然就成了；火候不到，就是加生。老夫炼丹300年，第一次听人拿蒸馒头解释炼丹。您看，火大了容易炼。虽然说法粗糙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吴师兄，有话就说。你这是画符，还是画蚯蚓？6师弟长得比较抽象，适合入符。阵法和账本一样，每一笔都得对得上，对不上就是死账。恭喜6师弟，阵石终于能当夜灯用了。晚上起夜不用点灯了，可以挂在食堂门口。我迟早会把你们全困进阵里。这几年落下太多，再不补回来，便要被你超过了。已经超过了，俺现在早就能打元婴了。那更要练。少主，魔君说桌上堆满了带批公文，少主再不回去，魔界商贸区就要停业了。让他亲自来与本座说。属下这就回去传话。哥，要不俺替恁批2本？不用。俺现在会写很多字了。
就是因为这样，才更不能让你批。大师兄，能咋每天都比前一天多练一会儿？怕被超过。被谁超过？啊！娘，恁是不是背着俺偷偷给他吃东西了？只为了一块青云宗的灵兽饼干。一块饼干就叛变，一点原则都没有。总算修好了，再让我修一次，可就要收钱了。你在食堂吃了这么多日，还想收钱？这块石头似乎还有些歪。鲁阁主现在也天天在俺们食堂吃饭，说是修山的工钱。可山都修好了，他还没说啥时候走。慕容卓，山下有人找你。哪宗的？今日是神女宗。又是来送礼的？来了3名女修，提着2只礼盒，还捧着一束灵花，花是粉色的，应当是神女宗的惯例。六师弟，麻烦替我收一下。慕容卓，你自己去。人家姑娘远道而来，总不能让他们一直等。快去快回，别耽误练剑。以前天天都有女修来找五师弟，宗主每一次都把人骂走。宗主常说，女人只会耽误我家弟子拔剑的速度。有一次，人家姑娘刚开口，宗主便让她回去练剑。还有一次，女修送了灵果，宗主把灵果留下，将人赶走了。那今天咋不一样？宗主唯独对神女宗这名女弟子很客气。上一次她来，宗主不仅没有骂人，还让厨房端了一杯茶出去。咋说啊？剑练完了？没有。那还不继续？晚上再说。专心。哦，神女宗的女修，宗主不但没骂，还给她端茶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，还是大事儿。刚才来找五师弟的那个女修是北海之主的女儿。北海之主？上一次他来，宗主还问了一句：“你家师傅最近身体可好？”问完之后，宗主还让厨房端了灵茶。端杯茶有啥稀奇的？那是忘机长老从禅宗带回来的上等灵茶。那名女修叫蓝西西，神女家亲传5弟子，在宗门里也排行第5，103岁，金丹初期。就是上届万宗大比被五师弟一剑把琵琶砍成2半的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当时回头看五师兄那一眼，咋说嘞？反正不像是生气。他后来又来找过五师兄几次，只是我们开始挖隧道后，所有人都不在宗门，他便没再来。现在小师妹回来了，五师兄也回来了，他自然又来了。北海之主的家底不比修仙界4大家族少。你咋知道？魔界商贸区与北海做过生意，海底灵矿、暖玉、海兽材料，每一样都价值不菲。宗主把五师弟卖了，看什么？宗主，你真把五师兄卖了？什么又卖？北海之主那株地心藕养了1800年，若非那这株地心藕，慕容卓的灵根能续得如此顺利。大战之时，北海之主为何愿意帮忙对付那2个大城，又为何带着那么多人赶来救援？哼，真以为人家做善事不图回报？所以，这就是你把五师兄卖掉的理由？不是卖，这是促进天剑宗与北海神女宗之间的友好交流。不过见一面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
若慕容卓自己能把握住机会，以后北海有什么至宝，借起来也方便。再说了，北海之主也没说让他做什么，只说让女儿来天剑宗看看，见一见慕容卓。这点要求，老夫能不答应？行吧。宗主，北海之主的女儿漂亮吗？应该还行，老夫没仔细看。神女宗的弟子肯定不丑。阿弥陀佛，相貌不佳者不收入神女宗，这是神女宗第一条宗规，刻在山门石匾之上。那正好，郎才女貌。不止，北海之主富得流油，家中底蕴不输4大家族。女才，郎貌，这4个字还能你用？意思到了便可。宗主，3位长老，你们真的把我卖了？老夫去摘黄瓜，老夫去看丹炉，老夫去扫地。长老们逃跑的时候配合的比剑阵还齐。那株地心藕本来就是为你续灵根用的，你不去见人家姑娘，难道让老夫一把年纪出去卖？只是见一面，又不会少块肉。人家小姑娘大老远赶来，你连面都不露，也不合适。没让你去北海住，你才多大，人家姑娘才多大。先交个朋友，有空一起练练剑，讨论修行大道。以后的事情，以后再说。吴师兄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喜欢蓝茜茜姐姐？她的修为没有我高，就因为这个？她的美貌也比不上我。这句话没法接，谁接谁输。她送你啥啦？1盒灵果，1块暖玉，还有1根发簪。挺用心的。可我都用不上，发簪我有，暖玉我也有，灵果我又不爱吃。那你还收？收礼是天剑宗的传统，礼物先收着，用不用以后再说。可宗门传统里也没写收礼要卖。下回能不能让蓝茜茜姐姐送点海鲜？我听说北海的海鲜可好吃了。小师妹，你也没准备放过她。海鲜确实好吃，吃不完还可以晒干，晒成干货可以保存很久，冬天也能吃。北海鱼虾比忘川鱼好吃。你们行了，都别贫了，继续练剑。这次又是谁？不是找你的，来找清晨的。刚才来的是神女宗5弟子，现在来的是神女宗大师姐雪媚仙子。她原本是来劝蓝曦萧回宗的，听说师妹已经见到慕容卓，她便也想见一见清晨，当极心练剑。这算回答了？算，意思是不见。那我下去一趟。人家找大师兄，你下去干啥？总不能让雪媚仙子一直站在山门外。我去转告他一声。再说了，大师兄不去，礼物总要有人收吧？让我来！小师妹，数量记清楚一点。雪媚姐姐好，各位姐姐好。小师妹，怎么是你下来？沈师兄呢？大师兄说他要潜心练剑，所以让我下来跟你说一声。这样，你有啥话想带给大师兄，我可以帮你转达。也没什么，
只是想与他探讨一下剑法。既然他没有时间，那便算了。下次等他练完剑，我再来。那你没有东西，要我转交给大师兄？今日没有带，沈师兄从来不收大师姐的东西，就算带了也是白带。西西，那我们便先回去了。各位师姐，请留步。我有个事儿一直想不明白，你每回来天剑宗，咋都只找我五师兄？沈师兄太冷了，那种冷冰冰眼中只有剑的剑痴，也就大师姐喜欢。苏宁嘴太欠，上次我给他送了一筐灵果，他当着我的面说不够新鲜，结果我刚走到墙角，就看到他蹲在那里偷偷啃。言川虽然不嘴欠，但脑子里只有吃的。我送了他一包珍贵灵药，他转身就倒进锅里炒了。这药味挺香，配牛肉应该正好。唉，我在厨房门口站了半天，感觉自己送了个寂寞。顾晨光最气人，我前后给他送过5次礼物，可他每次都不记得我。直到我说出送过什么，他才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，是你啊。”还是慕容卓好，温柔貌美，从不挑3拣4，无论送什么，他都会笑着收下。收下之后还会认真道谢，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他是天宗宗唯一正常的人。我心里有数了。你对我师兄们还是不够了解，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介绍。我3师兄苏宁嘴是欠了一点，但他做事可细心嘞。可是他是木灵根。木灵根咋啦？木灵根温柔呀，火灵根脾气大，木灵根气好。不信你想想，神女宗那些木灵根师姐是不是比火灵根脾气好？好像确实是。再说我4师兄言川，人憨厚嘴也笨，但是饭做的可香。整个修仙界就他能把馒头蒸得又白又软，还带灵气。你神女宗能吃到你好的馒头不？我们已经辟谷，很少吃馒头。辟谷是不饿，又不是不想吃好吃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有些馋。我6师兄顾晨光虽然每天只知道记账，但他会过日子呀。一个宗门总得有人管钱，管钱的人不乱花，家里才能存得住灵石。你神女宗的钱谁管？长老。你长老乱花过钱不？去年长老花了500上品灵石买了一盏灯。灯有啥用？长老说放在大殿里好看，结果没放稳，被风吹倒，摔得粉碎。这就是乱花！我6师兄就不会，每块灵石花在哪里，啥时候花的，还能不能赚回来，他全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沈师兄呢？大师兄说仙子的剑法已经进步了。他真的说过？我站旁边亲耳听到的。大师兄原话是，他的剑法比上次好了。说完他就继续练剑了。他注意到我的剑法了，所以雪妹姐姐回去再多练练，下回来大师兄肯定愿意跟你讨论。除了5位师兄，我还有个亲哥，魔界少主符彦，他掌管着整个魔界矿业，以后还是魔君。你想想，威风不威风？虽然仙魔2界已经允许通婚，但听说还要办2界通行文书，以后生孩子还得考虑户籍归属，太麻烦了。2个人要是真喜欢，这点困难算啥？你看我娘和我爹，就是因为足够喜欢，才生了我哥和我。暗灵根1000年难遇，混沌灵根万年难遇，这就是跨界通婚的优势。你想想，万一将来生出一个变异灵根，那不光自己厉害，整个家族都跟着崛起啦。是不是可心动？心动不如行动。3师兄、4师兄、6师兄的传讯符号，每人只要10块上品灵石，多买还能打8折。5师兄最受欢迎，20块上品灵石。大师兄是当界第1天骄，50块，值这个价。我哥的传讯符号100上品，不议价。毕竟是魔界少主，整个修仙界能直接联系他的人都没几个。我只要沈师兄的。没问题，
看在雪妹姐姐追了大师兄50年的份上，只收30块。30？对，50年的坚持值得这个优惠。我只买慕容着的，我买慕容和魔界少主的，我要岩川和魔界少主，我也要魔界少主。我买顾清光和苏宁，他们一个嘴欠，一个不记人。但你说的对，过日子还是很重要。收好啦，传讯要是被掐断，就说是我给的，他们不敢不接。100、200、300，整整400上品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跟神女宗的师姐们聊了一会儿，她们长得好看，说话也好听。收了多少？啥收了多少？别装。400。那还行。宗主果然啥都知道，不过他没骂我，说明这生意做得对。小师妹，扶贫！咋了？天塌了，还是山又裂了？你把我们的传讯符号卖了。我今夜收到好几个陌生传讯，有人问我要不要出去赏月，我说我正在练剑，他竟然说可以等我练完，连我都有。一晚上收了7个传讯，我还以为宗门出事了，结果全在问我明日做什么饭，还有一个已经开始预定明日的红烧肉了。我整整1晚都在接传讯，刚开始只有2个，后来越来越多，全在问我有没有空。我哪有空？我最近忙着画符，手都快抖成筛子了。我已经无法专心记账，每隔1炷香响一次，比山下打更还准时。你不止卖给了雪妹，你连我都卖了。这不都是为了宗门创收吗？整整400上品灵石，你想想，这么好挣的钱上哪儿找去？我是你亲哥哥。对呀，其他师兄还能打折，亲哥不能便宜，卖贵一点才显得你有排面。你想想，400上品，够3师兄买多少根发绳？够4师兄买多少袋面粉？够5师兄买多少面新镜子？够60个买多少本新账本？够大师兄买多少块魔剑石？够我哥买多少吨矿石？买我传讯符的是谁？不认识，就是那个豹灵猫的漂亮姐姐，她的猫可好看了。我的呢？一个拿扇子的姐姐，她那把扇子一看就可贵。我的传讯符号卖给了谁？蓝西西啊，宗主把你卖给他爹，1人2卖，可划算。买我传讯符的，应该是一个同样喜欢记录的女修吧？你猜对了，他说你虽然有点抠，但是个会过日子的男人。我呢？他们买我的符号做什么？都挺漂亮的，他们想跟你生孩子。传讯符，明日便换。旧的不要了，新符号没人知道，终于可以安静做饭了。昨夜又被吵醒3次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换完变清静了，账本总算能翻完整一页。挺好的。这样就能重新卖1次啦。这样天宗宗就永远不会穷啦。若每次能赚400上品，确实可行，这叫可持续发家。理论上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卖？今天下午，先去青云宗，再去神女宗，要是时间赶得及，再跑一趟万灵宗。师兄，你去哪儿？换第3张传讯符。你卖了多少？
够咱们食堂大鱼大肉吃10年。我去夹菜。宗主要给小师妹大办生辰宴，他平日连自己的生辰都不过，怎么对小师妹如此积极？宗主说了，一个混沌灵根，又是魔君与青梦宗主的女儿，3只圣兽加一条上古黑龙，都在天剑宗坐镇。多少人想巴结都找不到门路，这个机会若不利用，天宗宗还是天宗宗吗？所以，主要是为了收礼。不然呢？别人送的高兴，我们收的高兴，两全其美。收到的礼物还能存进库房，以后慢慢使用。娘也会来。娘不是说这几天宗门有事？她已经提前处理完了，3日后的生辰宴，她会来。爹也会来。边境如今稳定。啊，他不用镇守边境了？而且他说，你过生辰他若不来，娘会骂他。爹总算聪明了一回。每人备礼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桌椅若不够，必要时找鲁阁主见。为什么又找老夫？因为你还没走。我咋感觉这不像生辰宴，像宗门招商大会嘞？有什么区别？好像确实没区别。万灵宗已发，神女宗已发，佛禅宗已发，食神宗、镇宗、灵气宗、公输阁，一个都不能漏。都是来给你过生辰的。那得吃多少饭？这2日，言川已经不敢算了。下盘再稳，肩膀太高了。小平儿，收拾不可散。宗主说，3位长老都忙着发请帖，恁咋一张都不发？老夫堂堂一宗之主，若亲自到处喊人来给弟子过生辰，岂不是成了求人？哼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有道理。才不是，宗主要是亲自发传讯符，人家收到后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恭喜，而是……魏苍轩是不是又要骂我了？万一来参加宴席的全是宗主的手下呢？万一生辰宴变成追杀现场，好看吗？万一打坏300张桌子，希望不要有万一。老夫听得见。万灵宗到，神女宗到，食神宗到，佛禅宗到。这还是俺们炼剑广场不？今天不是，今天是收礼广场。那张往东边搬，主桌用最稳的。椅子落地倾斜，别把青玉砸裂。这桌椅不错，阁主亲自挑的木料。鲁阁主，您连地毯都铺了。今日各宗宗主齐聚，不能失了天剑宗的礼数。那位是天剑宗新招的长老，看起来地位不低。鲁门主大概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，反正这几天他确实比长老还忙。1号炉重烧灵鹿收汁，2号炉灵骨汤火小一点，蒸笼再加2层馒头，酱牛肉切薄切，1桌1盘，不许少。岳圆圆，带人来帮忙做饭。条件呢？下次时间宗被人给差评，老夫亲自解决给差评的人。马上安排长出长老和30名亲传过去。宗主，恁准备咋解决给差评的人？解决不了问题，便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不论是谁，老夫亲自去骂，骂到他改口为止。宗主威武！言川，你这手艺留在这么小的厨房里实在屈才，要不要来食神宗？你本来就应该是我食神宗的弟子，若不是当年景元那个老狐狸……长老，你小声点，俺们宗主耳朵可灵，后山有只鸟换了个窝，他都能知道。开玩笑的，方才都是玩笑。不过你这肉确实烧得好，汤汁收得恰到好处，比老夫做的还强上半分。
白宗主、姬宗主，二位风姿不减当年。二位尚为亲传弟子时便相交莫逆，千载情谊未改，实在令人羡羡。温长老若有时间，可常回万灵宗坐坐。如今寿山范围扩张，有温长老这般大能坐镇，本座才能真正安心。人家天剑宗如今可今非昔比，温长老已经是正经宗门长老，不需要再出去养弟子了，让他回去插屎，确实不太合适。在万灵宗做了30年功，确实有些舍不得。有时间一定常回去看看。主酌席位已经备好，王姬，快请二位宗主入席。老侯文，许久不见，听说你们宗的小弟子修为又长了，长了一些。现在什么境界？金丹大圆满。4岁半，金丹大圆满。你们天剑宗是越来越离谱了。我食神宗300岁的老弟子还在金丹中期晃悠。唉，过奖，都是孩子自己争气。大长老这是在谦虚不？是，但他笑得可骄傲。这叫谦虚给别人听，骄傲留给自己。主持来了，快请，席位已经安排妥当。善哉善哉，今日叨扰了。一路辛苦，来了便好，快坐快坐。多年不见，修为又精进了，看来上次秘境收获不小。这位是贵宗新晋长老吧？果然一表人才。唉，老夫的脸快不是自己的了。一路辛苦。万灵宗与神女宗坐前排左侧，佛禅宗坐前排右侧。长老，正宗为什么不能和灵气宗坐一起？两宗上个月争夺一处秘境入口，尚未和解。食神宗和丹宗呢？去年丹宗说食神宗拿灵药炒菜浪费资源，两家刚吵过，隔3桌。司徒家与松家已经和解，可以相邻。赵家与孙家有旧怨，中间放佛禅宗。为何放佛禅宗？打起来时，和尚方便劝架。你们挡着老夫做什么？宗主，您今日就在大殿里坐着，等正式开席再出去。老夫是天剑宗宗主，不亲自接客，像什么话？您一开口，客人容易跑。宗主，今日是小平儿的生辰，不是您的主场。老夫好歹也是一宗之主。上一次您亲自接客，接走了3个。他们后来不是回来了吗？人家是气不过，回来砍您的。今日来的都是客，不求您夸人，只求您别骂人。老夫今日给小屁儿面子。这才像个大宗门。来来来，尝尝我们天宫宗后山特产水果。这不是咸菜吗？没成熟之前是蔬菜，成熟以后腌一腌就是水果，提神提脑，开胃消食。酸辣爽脆，确实不错。青云宗今年灵田收成怎么样？还行，比去年多了2成。那你们丹峰今年肯定也赚了不少。道友，最近兽疗价格涨没涨？你们宗门今年新修了几座丹房，听说镇宗最近接了个大单，那座灵矿真是赵家投的。俺3师兄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剑，是跟谁都能聊上几句。王师兄，你最近修炼的是什么剑法？你今日这件法衣特别衬你，这料子是青云宗的云锦吗？钩子真好。慕容哲师弟，你有道理了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这个问题，我的身体还在这里，灵魂已经飞走了。不愧是修仙界最有魅力的男修，连人群都挤不进去。要不等会儿再来？不行，再等下去连外围都没位置了。剑夫，北海送无论来了。灵玉一盒，估值800中品，送礼人镇宗内门弟子周远，可以进。丹药出处，我师父自己炼的。丹药可有备案，来路不明，
不收。你们这规矩也太多了吧？送礼还要先看条款，条款都写在纸上，您先看清楚，符合条件再送。今日收入可能要换第2本账册了。今日是大喜日子，你陪他们过几招，也让他们知道天剑宗的大师兄还是那个大师兄，顺便摸清他们的实力，下届万宗大比也好安排谁先上。明白？下一位。承让。学妹现在已经付了3次钱，这是来练剑，还是来给天君宗送钱？你已经打过3次，我练剑，这是第4次，所以还要再练。你的剑法已经有进步，有进步更应该多练。出剑吧。俺敢肯定，俺哥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不过他装的确实挺像。不对，哪不对？凭什么本座只有10块，那几只石狮子却值100？本座乃上古渊龙，论年纪、实力、血脉，哪一点不比他们强？能想想，摸一次圣兽要100，能只要10块。人家本来只能摸1回圣兽，换成能摸10回。再说了，哪一条上古龙非跟几只石狮子比价钱，跌份儿。有道理，本座不跟小辈计较。白泽圣兽果然温顺，听说摸白泽可以辟邪，那我也摸，我排后面。一个一个来，不许2个人共用一次。上古渊龙，我试试。等等，前辈，你手里吃的，拿来给本座。快点，别让本座喷你。这条龙还是那个脾气，花了钱连一片鳞都没摸到，还是白泽圣兽可爱。那龙年纪大，脾气也大。刚才谁说本座年纪试试？小黑，能再这么下客人，10块都没人摸了。刚才是意外。能笑一笑。龙不会笑。那能至少别笑要吃人。小黑，不准再吓唬客人。本座没骂他们，本座只是说要喷。喷也不中，今天人家是来送礼的，不是来挨烧的。烧坏东西要花灵石修，要是把人烧坏了，还得赔更多灵石。上回你在后山喷一口火，温岛市的黄瓜架全没了。那黄瓜架本来就不结实，结不结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花钱修了。修黄瓜架的钱够买10根糖葫芦，你自己算算，亏不亏？我替你算，你把脾气收一收，就有人敢过来摸你。摸一下10块中品灵石，有了灵石就能买糖葫芦，
一根糖葫芦才10块虾品，1块中品能换100块虾品，10块中品能拿好多好多糖葫芦。让他们动作快些。还有，不许摸本座的尾巴，尾巴是本座的尊严。来，上古魔兽现在可以摸了，摸一下只要10块中品，尾巴20。你过了这座山就没这条龙了。前辈。对，就你呀，赚钱嘛不丢人。为了糖葫芦，本座忍。我可是你亲哥，亲哥才最有排面呀！只有亲哥有资格坐在广场正中间，让整个修仙界的人观赏。别人想做，还没这个资格嘞。各位师兄师姐，魔界少主现场留影啦！1张留影100中品，带回去发论坛，可有面子。错过今天，再等1年。一个一个来，不许插队。扶偏。咋了哥？你笑一下，一直黑着脸，没人喜欢的。财神爷不笑，咋招财？少主笑了，我也要拍笑的。哥，你说茄子，不会。那你说灵米，也不会。行吧，你闭嘴坐着就中，反正脸好看。哥，你先招呼客人，我去后厨看看四师兄忙不忙。少主，麻烦再笑一下。下一锅少放些盐。他看见了，但是他没说，说明这是掌厨长老默许的。小师妹，你们宗那几只圣兽和上古魔兽，气息实在太强了，连粉红猪都缩成球了。做食堂也挺好的，离厨房近，随时都能夹菜。你安慰人的方式，永远跟吃有关。以前看你觉得不中用，现在看顺眼多了。为什么？至少现在不流口水了。小师妹，生辰快乐！1年不见，你又长高不少。灵米吃多了，你万灵宗送的灵果也有功劳。傅师妹，生辰快乐！谢谢风师兄，你这龟养的真好，壳都盘出包浆了。他确实活得久了一些，而且比我年长许多。那个带小乌龟的，是不是以前灵气宗的大师兄？2宗合并以后，他现在排世11。